这书是我们先祖所传呐，乃我西风堂镇堂之宝啊。书内载有传世医药之道、华佗扁鹊之秘技。我西风堂曾立下过重誓，一定要把他请回来。我也是爱书之人，我十分理解西风堂主的心境。先生，您出个价钱，我就是倾家荡产，也要把他请回来。哎，那天我跟日本人较量，花掉了4000块大洋。哟，二师兄，请鼎力相助。你们谁借给我3000大洋，5年之内本利还清。我刚才说过，这书乃是至高至上的品物，怎么能用钱来衡量呢？再说，这本《东风絮语》本来就归西风堂所有。今天周某奉送了。这不敢。哎呀，这周先生，谢了。请起，请起。三奶奶，周某当年与三奶奶也有一面之缘呐。爸爸，你见过伯母？周先生，你怎么会见过我呢？那还是在您没嫁到敖家之前。是吗？在何处？就在南湖楼。孔某不才，也想讨要一本。难道他真的是孔一白？咱们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你这，哎，潜心同客，同客。同客。这东西很沉的，放进来吧。哎呀，这真的是同客啊！是同客，是同客呀！潜心同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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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回来了！这什么东西啊？我原以为啊，这只是传说中的东西，没想到真有此物啊！这真是造化啊！你可知宋刻本为何卷卷是宝，字字珠玑啊？这是因为啊，宋朝的刻板极好，后世呢又不得其制作之法。宋刻版中以这铅心铜刻为最，此物乃藏书者刻字拓印之宝啊！周先生，请问此物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这是我雇了20个水性极好的人，在洞庭湖花了7天7夜打捞上来的宝物。听说此物在水下已经沉浸100年之久，真的应该算是件宝贝。是了，千心阁原来在北方，后来迁往南方。路过洞庭湖时遇到水匪，千心阁的主人不忍此物被匪徒抢去，
就将它沉入洞庭水底，以待后人来捞。这本来就归千星阁所有，今日就物归原主了。啊？感谢周先生大恩大德，我千星阁肝脑涂地，也无以回报。请起吧。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丰满楼楼主敖子书先生。正是在下。好一位天下闻名的大学者，原来竟是年轻才俊。这敖家真是卧虎藏龙啊！罢了，你们是受恩于他，我可不愿再受其辱。告辞。慢着，来呀！关灯。萤火球。萤火球。开灯。大哥，这又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可知藏书楼最忌什么？火。可夜晚读书，必须要有灯火啊。古代时候，读书人读书取萤火虫制成灯火来照明读书啊。后来，太岳楼出了一位玲珑剔透、聪明的小姐，她为了保其夫能夜晚读书，花了几十年的时间，用上万只萤火虫炼成了这萤火球。此物万载成名，从不熄灭。后来，她炼成之日，那小姐也成了老婆婆了。听说此物随其下葬，后来被盗墓贼所偷。今日能见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此萤火球物归原主，送回太岳楼。请起，请起吧。好了，咱们再叙叙前缘。我刚才说过，在南湖楼我曾见过你。是，周先生，你怎么会见过我呢？南湖楼被偷，南湖楼楼主被气死，孔家大乱。那孔少爷千里迢迢赶回来时，正赶上四大书楼趁人之危上门收书。天下藏书人，谁人不知？哪个不晓？当时我却也在收书人之中。我感到世态炎凉，人心日下，却不料有一位奇女子挺身而出，她帮着孔家说话，斥责众人不仁不义，随即献出了100两银票。那敖家的三公子当众允诺放弃收书，也献出了800两银票，转身便走。那位奇女子还特意送上了一本白鹿书院镌刻的《三字经》。不知各位还记不记得啊？那位奇女子后来就嫁到了敖府，偏偏嫁给了他送书育人的敖家三老爷。这真是藏书界的一段佳话，周某数十年来都一直未曾忘记
探探不让须眉的豪气。只可叹啊，这本《三字经》送给的是敖家三老爷，而不是我，周某。周先生，三奶奶，我今天是又见故人，心潮澎湃，故直抒胸臆，如有妄言之处，还请三奶奶海涵。原来爸爸以前和伯母还有这段故事呢。请问敖家的三老爷现在还好吗？啊，恕我冒昧。今日还了3座藏书楼的镇楼之宝，也是我周某人的一份心意，请各位笑纳。先生对我们的大恩大德，是怎么报答也是报答不完呐。刚才先生提到10万年前南湖楼遭难，是不是先生跟孔家有什么亲戚关系啊？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，我当时只是一个收书人而已。当年孔家大少爷那是一表人才呀，就和周先生一样，英气风发，非常人也。各位，周某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请讲。莫说是1个，就是10个8个，不，就是180个，我们也当全力去办。不，就1个。我周某人历来视书如命，虽身在商界，但心中对书却情有独钟。我做梦都想一登西风堂、太岳楼和切心阁，去遍览那里的万卷藏书，不知3位楼主能否满足我这个小小的愿望？你吧，我西风堂为周先生就破一破这100年的陈规，恳请先生登我西风堂1月。我太岳楼随时恭候周先生，请周先生登楼赏书。周先生要登我千心阁？是啊，请周先生容老夫先回去向家人解释一二，如何呀？你好。今日之会是周某之幸，我还有一个天大的宝物要送给丰满楼。各位，请。好，请。这东西就是落花残卷。本来我是要拿出来，但现在还没有来得及辨别真伪，所以不好公诸于众。等哪天周某弄清楚了，再登门送到府上。周先生，我们可以帮你鉴别。我家子书的本事，想必周先生也见到了。子书不才，周先生，可否将落花残卷拿出，让在下一看呢？不。爸爸，请敖家给我一些时间，因为从我这里出去的东西一定要是真品，这是我多年的规矩，不能破。那周先生您如何鉴别落花残卷的真伪啊？
问得好。等周某找到落花宫的后人，自然就会辨别真假。少主，少主，他这是干什么呀？你确定那个周先生真的不知道我们是落花宫的人？他真的不知道，狗儿只是按少主吩咐说咱们什么都偷，书卷只是顺手牵来的。落花残卷。小心点，小心点！爸爸，我今天能不能先回去啊？你就不想爸爸连一个晚上都不待？我今天晚上先回去，我明天再来陪您。我真是拿你没办法，让子轩看看，怎么敢娶你。去吧。周先生，我们也走了。三奶奶，改日我登门拜访敖老太爷。告辞。伯父再见。再见。爸爸再见。听说你一直想见我，今天我特意来看望你。落花残卷，不可能是真品。爹，为什么呢？丰满楼从来没说过什么落花残卷，既然没说过，谈不上什么散出去了。他哪来的真品啊？我不明白，这事跟落花宫有什么关系？这些事儿就不要再谈了。哎呀，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嘛，不谈了，不谈了啊。弟妹，弟妹，啊，嫂子，你怎么一回来就神情恍惚的？这长得呀，依稀是那个样子，这是一打眼就能想得出来的。可是再仔细看，他还真不像。这肯定不是孔一白。哎，他脸上的一记刀疤，咱都是亲眼所见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吃菜，吃菜。二位，你们好好想想，他会不会是落花公啊？不会，哎，不会。怕，就怕他是孔一白。当年，咱们可都分了南葫芦的树啊。他要是真回来了，咱们敖庄是永无宁日啊！这怎啊？
爷说的是啊，他若是孔一白，今晚能给咱们那么些宝贝吗？对呀。这事情可是牵扯甚大呀，咱们呢还是小心为妙啊！小心为妙。有机会啊，咱们试他一试。好。是你把我抓到这个地方来的？是的。我问你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藏身之处的？你又是怎么知道我练功练到走火入魔，你正好选择这个时候抓住我？还有，你为什么抓住我之后，一直对我不管不问，直到今天才来见我？告诉我，你想从我这得到什么？告诉我你是谁？我方文静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加害于我？方先生，你先别问我是谁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今天已经跟敖家的三奶奶见了面，还有你那2位可心的徒儿。我们谈得很好啊。是吗？我倒想知道，你见到了我哪2个徒儿？敖谢天，还有那个狗儿。方先生，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。敖家的三奶奶到底在你们落花宫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？她跟你之间又是一个什么关系？她干嘛那么急着想知道你的消息啊？好，既然你这么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吧。整个敖家都有我落花宫的人，包括其他3家书楼，也都有我落花宫的人。现在你都已经知道了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又能怎么办？我只知道敖家的三奶奶原名叫云儿，当初还有一个老者带着这个云儿嫁到了敖府，嫁给敖家的3公子敖少芳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云儿姑娘可都告诉我了。真不知道这个周先生到底搞的什么，出手那么大方，真是吓死人了。此人极有城府，那3家书楼都已经同意让他登楼了。百年的规矩就这样给破了。啊，子书，他若拿落花残卷来诱惑你，你该如何？不要说落花残卷是假的，即便世上真有这样的宝贝，我也绝不会让他登楼的。好，像丰满楼楼主说的话。爷爷，可我估计大哥呀，会吐血而亡的。哎，爷爷，你想啊，大哥呢是一定又不让他登楼，又想得到那个落花残卷，这2者他都想要，所以呢，就这样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自己便吐血了。大哥，对不对？子轩，
别胡说。三婶儿，您不用怪他，子轩说的没错，我一定会的。喏，妈，你看我说的没错吧？子轩，你先回去吧。笑话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嫁给敖家的三少爷为妻，企图趁乱偷书，真是太可笑了。我落花宫的人个个本领高强，为了偷区区几本书，我们犯得着使那么大的劲儿吗？啊？你还真跟常人不大一样，啊？哼！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18年前，落花宫潜入南湖柔，偷走了13本真本、4匣孤本。孔老太爷一气之下，没等到远方的儿子回来，就一命呜呼了。待那孔公子回来的时候，南湖楼已是家破人亡，一片狼藉，好不凄惨。你是？你，孔一白。孔一白18年前已经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冤家路窄啊！孔一白，难怪我已经认不出你了。哎，你脸上的那道疤上哪儿去了？我在德国做了一个整容手术，回到敖庄以后，几大楼主，包括那个敖家三奶奶，都在找我脸上那道疤哪儿去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道疤在我心里，不在脸上。我明白了，你这次回来是寻仇来了。不，18年，18年能把一个人从里到外彻底的改变，哪里还有什么仇恨呢？这话倒是说的不假。那我就更闹不懂了，你究竟是回来干什么来了呢？哎，方先生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我的头顶上就是敖庄。你是我见过第2个比我聪明的人。哦，那第1个是谁呢？我猜你就会问这句话。第1个是娶了云儿姑娘的敖少芳啊。说吧，云儿到底是你什么人？
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那年，就在那个收书大会上，我看见了他，一见惊为天人呢。但是可惜呀，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竟然成了我方文静一生的遗憾。我们俩是同命相连呐，啊！哎呀，想不到这世上还有一个人跟我一样，都输给了敖少芳。方先生，咱们俩这也算是缘分，就为了这个云儿，为了这18年的心境，孔一白，我还是搞不太懂，你既然不想找我寻仇，你干嘛这么费尽心机的找到我？还把我困在这个地牢里。方先生，我现在得到什么都很容易，不过要想得到一个女人的芳心，看，你的怎样就怎么样。孔一白，你回来！你在桌子上了什么东西？听见了吗？我回来了。你们都
家旺点啊！二哥，啊，弟妹，喝酒的人来了，都散了吧！啊，哎，弟妹，来坐坐。弟妹啊，你尝尝这酒如何？香不香？香。二哥，这是你酿的？这酒香久违了，10几年了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酿出来的。你说奇不奇啊？二哥，还有更奇的呢。你知道这个周先生，昨天跟神仙一样，变出很多宝贝来，都是各楼的镇楼之宝。啊，还有书要还给咱们丰满楼呢，落花残卷啊。果真有落花残卷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这真是很多年没见过的场面。此人也是个奇人。怎的就奇了？这周先生有一身的豪爽之气，散尽宝物，真是个慷慨之人。而且他身上没有那些人的俗气，他对身外之物啊，好像连正眼都不看一眼。这倒和三弟有些相像，是不是？二哥，你真会开玩笑啊！他怎么能和少芳比较呢？不过这酒窖兴许也是他盘下的。这个周先生跟当年南湖楼的孔大少爷很像啊，当年卖书的事儿他记得清清楚楚。孔一白，他脸上可有一条刀疤？没有啊，孔家还有老二、老三吗？南湖楼只有孔一白一根独苗。18年了，要真是孔一白，他也该变老了。这周先生，我倒是真想见一见。二哥，这酒真是醇厚香浓。来，来。我在这儿呢。如月姐，我们还没登楼呢，您就吓我。你也很准时啊。待会儿咱们到那儿之后，你一切都得听我的，否则就会被抓到，知道吗？嗯，走吧。
没想到，这里会有那么多的书。哦，在英国，恐怕除了皇室以外，就不会有哪个家族藏有那么多的书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看你的。老太爷、大老爷，那个周姑娘跟少奶奶上丰满楼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爹，你还不快去啊！周姑娘，如月，你们下来，快下来！哎，如月姐，下来，快下来！哎，如月姐。爹，如月和周姑娘果真进了丰满楼了。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弄得一塌糊涂，推倒了好多书架子呀。那你怎么处置的？我已经派人把他们先绑起来了。爹，按照镜牌上的规矩，这两个人都给我斩去手和脚的。不可！你说什么不可？老三媳妇呢？不是派人去叫了吗？一会儿就能聚齐。谁让去叫的？爹，这道铃一响，全家人都听见了，瞒不住的呀。哎呀，造孽！造孽！原来是这样，如月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知道。三婶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如月和周姑娘的。你错了，我一定不会让18年前的事再发生一次。丰满楼这样躲躲藏藏下去，何时是个了结？子轩，子轩，为什么要这样子绑我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周姑娘，你就省省吧，这是熬府，不是外边。如月姐姐，就因为我们上了那个楼，所以他们就要这样子绑我们吗？不光这样绑，还要剁掉咱们的手脚，拿去喂狗。到时候咱们两个就只能一辈子躺在床上度过了。哈哈哈哈！伯母，把周姑娘先带出去。
如玉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还是个丫鬟，我比不上周姑娘能给这家带来好，带来钱。所有人都觉得我伺候人是应该的，我受委屈是应该的。月儿，你这么做，对得起你娘吗？是，最疼我的人已经没了，我这辈子只能为自己活了。三婶，我知道您疼我，可如月真不值您疼啊。当初不让我出家做尼姑，你说的真对，我现在也后悔了。我干嘛呀我活得好好的，那些男人甭管他老的少的，只要咱们想开点儿，他们不都得听咱们的吗？如月，不就是你婆婆动了你的手势吗？我给你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有什么委屈，都到三婶这儿来说。我就要看看他们敢不敢动周姑娘。他们要是不敢，那也甭想动我。你就这想法？如果子舒真下了狠心，都敢动啊？那也没什么，我跟周姑娘一起被剁了手脚，也值了。我真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这么恨周姑娘？三婶儿，我跟您说句明白话，眼看着就成咱敖家的救命稻草了，您可小心着，小心人家一得势，就把你的位置占了。如玉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都护着你吗？因为我答应过谢天，不能让你受任何委屈。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添乱，你们俩好好的，关我什么事儿？他早就回来了，是不是？你早就知道，是不是？子舒，你现在是楼主，你说按禁牌该当如何？按禁牌，进三道门者，剁去手脚，交官府衙门。爹娘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哼，老爷子问你呢，你问人家干什么？子舒，今日可是你做主的好机会呀！子舒，你从小爷爷怎么教你的，该怎么做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爷爷教我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谁也不能越过规矩。你们是怎么进凤满楼的？啊？子舒，我不知道钥匙的什么时候丢了。哼，真没想到咱府里出了贼了。要是不好好的惩罚，那还了得？砍不砍如月的手脚，谁说了都不算，婆婆也没这权利。只有老太爷说了算。我还告诉你们，手脚没了，我如月还有张嘴呢。如月，你什么东西你都这个份上了，还敢威胁人？你说清楚了，你刚才那句话是冲谁说的？你简直无法无天了你！老爷子，您瞧瞧，这家里谁无法无天呢？爷爷，
我出洋留学的时候，您跟我说过，西洋有些东西也是好的，是不是？在西方的图书馆里，书是给人看的，看书的人是越多越好。可在中国这里呢，有人把书藏起来，起名叫什么藏书楼，读书的人也是越少越好。爷爷，我看咱们家的规矩不是死守的，西方的东西该学也是要学的，你说是不是？子轩，你怎么这么跟爷爷说话？妈，子书，爷爷当年是不是也教过你以仁厚待人，处事当随机应变呢？是。怎么了？今天这是？明明很简单的事儿。来呀，把如月和雨桐的手脚都给砍了，自会有人重重的赏你们。周姑娘的父亲出资修楼，不仅对我们敖家有恩，而且还大力扶持4大书楼。依我看，这周姑娘，周姑娘当然情有可原。我们不看僧面，还要看佛面嘛。可是，咱自己家里的人明知故犯，那可就是大事儿。爹，这事儿，你说要是不严惩，将来恐怕很难服众啊。子书，让你拿主意，你怎么就如此犹豫？大哥，爷爷、大伯、伯母，别怪子轩不敬。我认为雨桐不能办，大嫂也不能办。各位，子轩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18年前，我嫁到敖家的时候，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子轩的父亲是怎么死的。他是被看护丰满楼的护楼兵用箭射死的。爹一直在说，书一载道，他载的是道，不是血。如此下去，丰满楼不是一个藏书的地方，而是一个专门杀人的刑场。丰满楼立楼之日，恐怕老祖宗没有这样想过。敖家若想将丰满楼再传承下去，今天就该把规矩破一破了。今日是个契机，我们可重写金牌。不可！爸爸，万万不可！不是周先生驾到。敖老先生，我这次来府上登门拜访，有2个目的。我深知这敖府是方圆100里的大户，而丰满楼又是天下闻名的藏书之地。今日小女在府上不知深浅，多有烦扰。小女她天性顽皮，又在西洋学了点东西，便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这里特意带小女向敖老先生谢罪了。不敢不敢，周先生能光临本府是敖家的荣幸。这周姑娘，没什么大事情，没什么大事。雨桐，雨桐，你到底犯了什么错？爸爸，我只是进楼看看，也没怎么着，他们就把我绑起来了。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你都偷看了些什么书啊？我没偷看，我只是仰慕惊叹，满楼的书，满楼的木匣子。在英国，除了皇室，
恐怕就没有哪个家族会藏有那么多的书了。我心里正想，子轩10岁出国，就已经有那么多的中国学问了。原来他是生长在一个藏书万卷的家族里。我真羡慕子轩，我也想求老太爷，也给我一个读书的机会。三奶奶，你要摘下的可是这丰满楼100年的禁牌？是的，周先生，我们敖家正想破这个禁牌。不可，万万不可！丰满楼数百年岿然不倒，自是有敖家的传承，更是因为有这丰满楼禁牌的规矩。有道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这天地何以立，大道何以行？周某自外乡来，都听闻这丰满楼的规矩，不敢造次。今日岂能因为小女的一时疏忽，就毁了祖宗的规矩？这100年的丰满楼，何以惧他人登楼？此禁牌是保丰满楼100年无恙的一把大锁，不可破呀！此书乃丰满楼的楼主，周某愿意听楼主的处罚。这，哎呀，刚才雨桐说子轩有学问。子轩虽然10岁背下了4书5经，我记得子书是8岁背下了4书5经，我才带他们进了丰满楼，但这还不能算是有学问呐！老爷爷啊，什么叫做4书5经啊？4书5经，4书就是《大学》《中庸》论语》孟子，5经就是易、书、诗、礼、春秋，这些都是儒家的经书。我听都听不懂。不怪，你是在西洋长大的，以后爷爷教你啊。谢谢老爷爷。我说这个周姑娘跟如月这事儿，先放放再说吧。周先生，你看如何啊？谢谢敖老太爷。周某今日临时抱佛脚，想攀个亲戚。敖老太爷，三奶奶，雨桐是我的女儿，和敖府的3公子子轩，在海外留学时就情深意笃，本早有此意。今天何不借此事就成全他们？我们结为亲家，如何呀？妈妈，我愿意娶雨桐，也愿意替她受罚。妈，好啊，这真没想到，坏事倒变成了好事儿。今天我们敖家就和周先生联姻定亲，大家伙也跟着凑凑热闹。这大喜的日子，家法还是听爹的吧。还不快松绑！周家和敖家联姻，是我周家3生有幸。今天，我特意备了薄礼，送给敖家的三奶奶，我的亲家。这敖家的老酒，果真味道醇厚。哎，你家主人何时来？我家主人日上3竿才起床。
你代我向你家主人转告一句话。什么话？莫在他处寻落花。开酒坛喽！开酒坛喽！开酒坛喽！香不香啊？开酒坛喽！开酒坛喽！闻见没有？香味儿。香。你闻见了吗？酒香味儿。对，好酒，好酒啊！酒香飘十里呀！莫在他处寻落花，是我爹告诉你的。没错，狗儿听得真的。他是告诉我今天晚上不要去。少主，周先生一行人已经在敖家了，没动窝。这是狗儿探到的周家藏宝的地方，就在后院这个屋。今天晚上我到周家，你就不必去了。少主，狗儿不放心啊。您是怕狗儿碍事吗？今天晚上有人跟我一起去。是师傅吗？不是，别问那么多了。是。要是今天晚上能够找到落花残卷，师傅知道了该有多开心呀！哟，先生，您醒了。我家主人吩咐让您好好休息呀。告诉我，你在酒里给我下了什么东西？我家主人还说了，见先生的武功都已经泄去了，何必再上这些麻烦的东西呢？让先生自在些好啊！你说什么？先生，凭您现在的武功是抓不住小人的。我方某驰骋一生，没想到今天落到如此下场，你太狠毒了！我家主人说了，人生在世，有得必有失。先生既然失去了武功，却得到了内心的安宁，省得再想走火入魔来折磨先生。
这岂不是一件好事啊？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走火入魔！孔一白！来，三奶奶，择吉日给2个孩子完婚，这事儿我听您的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便是儿女亲家了。来，我们干了此位。来，周先生，您要是不来，如月恐怕就死了。我敬您一杯。来，我先干了。周先生，请。都说这人骑不过敖家女，敖家的奶奶果然是个个不让须眉啊！啊！各位，周某与敖家从此是一家人，敖家的事便是我周某的事。来，周某却有一心事未了。不会是想登风满楼吧？我却是做梦都想一登风满楼。可周某哪里敢登这天下名楼啊？其他3座楼我都可以登，唯独这风满楼，我心中是充满了敬仰之情，万万不敢造次。今日三奶奶欲破禁牌，周某认为也是万万不可的。不知周先生还有什么心事？周某的亲人都已故去，只剩小女一人，我是疼爱备至。今日又得到这乘龙快婿，我是打心眼里觉得畅快。子轩他学贯中西，一表人才，我真的是要感谢三奶奶的培育。我相信，也只有敖家的大家风范，才能栽培出如此的人才。周先生真是过奖了。绝不过奖。我以为子轩做丰满楼的楼主都不为过，反倒是众望所归呀。诸位，若同意周某的建议，请共饮此杯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子树和子轩都是我的亲孙子，谁登丰满楼对老朽来说都是一样的。不过此事牵涉到族人的认同，所以敖府必须得闭门在议。好。周某就等着最后的结果。我们暂且议定，敖家通知周某的日子，便是小女嫁过来的日子。各位，告辞。你们都说周先生不是孔一白，那周先生会不会是方文静呢？
不是，爹，您当年不是说过吗？麻衣论相，这孔少爷行有余而身不足，这方先生则相反，身有余而行不足。前者虚而急，其神惨；后者寒而静，其神安。善者不来，来者不善。方先生神大于形，寒而静，其神安。可是这个周先生，我怎么看，他也是个形大于神的人。哎呀，当年他们两个消失的时候，我就说过他们还会回来的。敖庄还不得安宁啊！不管这个周先生是不是孔家少爷，还是什么方文静，你们都给我盯着他啊！你放心吧，爹。什么东西？有贵客到来，有失远迎啊！请出来跟我周某一叙，如何？绝对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们。那只好请你们出来了。小心！什么人？少主，快随我走。看清了吗？看清了，她是个女的。谁？她出手太快，我下去疗伤去吧。不过，她脸上让我抓了一道血痕。哦，我不是告诉过你，叫你不要跟来吗？葛尔巴少主中了埋伏，想了许久，还是跟来了。少主，他是……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怪了，你我出手，竟然抓不住那个人。
可是我觉得他是奔你来的。谢天，这里一定有诈，那落花残卷一定是假的。也可能周先生自己也不知道。很多事情，我还是不明白。这几天，你最好不要和那个周先生联系。我知道。好小子，是你和周先生联系的？是的。我问你，你要老实回答。他怎么找到你的？我随少主去太湖，看见他张榜寻书，少主急用钱，便让小的扮作偷儿去卖。那周先生便接二连三的出大价钱，让我继续卖书给他。没你的事了，走吧。这个周先生是在探我们的虚实，明显是冲着你我来的。这我也想过，但是我们不得不去拿。但我真不知道，在屋里袭击我们的是什么人。我跟他动手的时候，连他身体都碰不到，不知道他练的是什么怪功夫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住在丰满楼里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听三婶的话，你不要走出敖家的门。三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强的对手。如果你师父在就好了。这师父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连招呼也不打。你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他的？我没有见到他，是狗儿见到的。他说师父走的时候很急，什么话都没有留下。哦，这是在师傅包裹里找到的，你看能不能暗示我们他在什么地方？桃花，这是他为我种的桃花。少主，除了师父，我还没见过您对一个人这么恭敬过。他是谁呀？不该问的你别问。伯母，您快去看看，怎么了？您这儿怎么有一道血痕？如意姐正被大奶奶打呢，子轩已经在那儿了。她让我来找你，再晚点的话，如意姐就要被打死了。哦，伯母，我那儿有一种英国带回来的药，一涂就好。您等我一会儿，我去给您拿去。大嫂，你别撑着了，你说句好话就没事了。大嫂，伯母，这再打就要出人命了。伯母，大哥，你倒是劝劝。住手！嫂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他现在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打他是让他长长记性。你站着干什么？继续打！给我住手！弟妹，这可是我们家里的事儿，我说了算。你现在虽然管着府里的事儿，但是也管不到这块儿。嫂子，你再打就会打出人命来了。
月儿，你怎么样啊？不用你管，让他打，打呀！还嘴硬，继续打，往死里打。子舒，你就不管管你媳妇儿啊？娘，你看看，你像个男人吗？堂堂一个楼主，耳朵根子这么软。你管不住别人，别人要害你的。嫂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问我，我倒要问问你砸镜牌是怎么回事。你错怪我了。我没错怪你，我错看你了。看来我还是太善良了，没想到身边还有这么一个高人。如月姐，你起来吧。走开！少在这装好人，不用你可怜我。走开！娘，咱娘俩一起喝喝酒。娘，不是如月不乖，是他们实在逼我。您放心，娘，如月一定会活出个人样来。让您瞧瞧，我永远也不会后悔。您等着，我一定要让奥弗里所有害过我的人都后悔。方先生，最近你的身子骨怎么样了？我看你整天走火入魔，哎呀，我真是于心不忍呐。谢去你的武功，安静多了吗？这未免不是件好事啊。我方某人现在已经是个无用之人了。手无缚鸡之力，你为什么还把我困在这个地方？哎，方先生学通古今，这武学之道只是其次。我还真想跟方先生轻谈几日，有朝一日一定会放你出去，一定会的。哦，此话当真？嗨，在方先生面前。怎么能说假话呢？我对你神秘的吹动，在身体里，在睡梦中，我对你暗暗的缠绕。你不会在意，也不会惊动。你在风声外，我在风声中，我在动中静，你在静中动。我是你看不见的存在，我是你触不着的未来。吹呀吹呀吹呀，总是吹不进你的秋波里。我飘呀飘，飘不进你的掌心中。
我对你神秘的吹动，在身体里，在睡梦中，我对你暗暗的缠绕，你不会在意，也不会惊动。你在风声外，我在风声中，我在动中静，你在静中动。我是你看不见的存在，我是你触不着的未来。我吹呀吹呀吹呀，总是吹不进你的秋波里。我飘呀飘，飘不进你的掌心中。我是你看不见的存在，我是你触不着的未来。我吹呀吹呀吹呀，总是吹不进你的秋波里。我飘呀飘，飘不进你的掌心中，掌心。